把一张纸变成 iPad 壳，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但如果加上一点设计，再把纸张换成皮革材质，一个以折纸为创意的灵动双面 iPad 壳就这样出现了。都说 iPad 买前生产力，买后播放器。如果你的 iPad 只是用来看剧的话呢，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能让你 iPad 变得更有价值的有趣配件 Moft 灵动支架双面夹。很难想象啊，就这个小东西它有20多种神奇的折叠玩法，不仅解锁了很多我想象中的 iPad 使用场景，也解决了很多我在 iPad 使用过程中的痛点。第一个悬浮模式呢，是我用的比较多的，因为我 iPad 经常被用来当做 MacBook 的副屏。你只要在连着统一 WiFi 的情况下，右上角选择屏幕镜像，就可以把 MacBook 上面的窗口拖到 iPad 上。那我比较喜欢这个 iPad 壳的原因是在这个模式下，它有一个高度的抬升，就能让 iPad 跟 Mac 的屏幕刚刚好齐平，这样就不会看着很累，或者说脖子要弯下去。那我经常在剪辑的时候把视频预览的窗口给它拖过去。你把这个场景切换到室外，这个模式它也有非常有趣的用法，就这样倒转过来，你就可以架在手臂上。比如前2天我去了 Sigma 的展览，我之前看到有人带 iPad 去看展，所以这次我也试了一下。因为苹果它有一个叫无边际的 App， 它非常的好用，你就可以拍下照片，然后把 iPad 放在手臂上写下心得，就可以轻松的实现无纸化看展。或者是坐火车啊、坐飞机的时候，没有小桌板的时候，也可以架在腿上面写字，书写跟阅读都很稳当。这个随行的使用模式，我觉得真的设计的很有创意，就完全戳到像我们这种经常带 iPad 出行创作的办公痛点。如果在桌前写字或者是画画的话呢，就可以像跷跷板那样，这样一掰，把它切换到30度的创作角度。比如在等餐的碎片时间，我就会用 iPad 去做一些粗剪啊，或者是画画。它比较好是有微微抬起的高度，所以手腕的话，特别像我们这种健脚也就比较舒服，不管是写字还是画画都不会特别晃。这个悬浮创作模式还能搭配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就是这个接续互通。你可以在 Mac 上面打开一张图片，点击这个编辑，然后选择 iPad， 你就可以把 iPad 当成一个数位板。我在做 Plog 啊，或者是视频封面的时候，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在图片上面夹字，然后它是会两边都同步的。这个壳呢 Moft 还有独创一个很有趣的双屏模式，就如果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小 iPhone 标志的话，你可以把下面2个点点一贴，就能变成 iPhone 加上 iPad 的联动形态。那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配件能把 iPad 跟手机彻底联动起来。比如你在用手机看网课的时候啊，就可以把它架在这个上面，然后 iPad 上面用 Good Notes 或者是无边际 App 去记笔记。而且如果你登录同一个 ID 的话，你可以在 iPhone 上面复制文字，然后直接粘贴到 iPad 上面，这个也是我觉得苹果全家桶的一个优势吧。再搭配上这个配件，我觉得就很方便。有的时候画画的时候 Procreate 它虽然可以加这个参考图，但其实我不太习惯直接在这个画板上面看，所以我就可以用这个模式把图片放在手机上参考，然后也不耽误在 iPad 上面做全屏的画画。当然除了横屏之外呢，它也可以竖屏。打开这个 Moft 双面夹的小方片一贴，就可以把 iPad 竖起来变成75度。那同样的，你可以用 Mac 的这个鼠标跟键盘去操作旁边的 iPad， 这样我就可以翻页啊，或者是 highlight 一些内容，甚至复制左边的 iPad 内容到右边的读书笔记上。或者你可以直接这样对折，就有了一个竖屏但是更加垂直的80度的视角。说到竖屏，我还有一个关于 iPhone 加 iPad 很好用的技巧，就是我们在用 iPhone 拍摄的时候，后置镜头肯定更加清楚嘛，但缺点就是我们看不到画面。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 iPad 加 iPhone 上面下载 Blackmagic Cam 这个免费的 App， 设置好同步之后，打开 Remote Control， 就可以把 iPad 竖在旁边当一个监视器，用 iPhone 的后置镜头去拍摄，是不是感觉 iPad 又值钱了一点？那我的 iPad 呢是有配一根 Apple Pencil 的，但我经常找不到它。就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就可以多加一个这个 Moft 的磁吸笔槽配件它是吸附在充电侧的，而且可以独立拆卸。这种切入式的设计放进去的话就不太容易晃动，而且可以同时充电。那拿下来的话呢，你还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尺子。
我平常出门的话，其实带 iPad 比较多。我觉得大家应该跟我一样，就都想便携一点。那我自己用下来是觉得 Move 这个双面夹确实就像一张纸一样，而且它内侧是有4处挖空的设计，就重量会更轻，但是又很极简好看。不过这磁吸的话，我觉得还吸得蛮牢的。那加上这个 Movas 皮质，它跟我那个书包很像，就是很防噪，出门摸来摸去的话，也不是很容易脏。作为一个 Move 家的忠实用户，其实他们家的设计我一直都很喜欢，就是那种好看又很实用的产品跟我之前的支架手机壳一样，就是能解锁各种实用技巧的同时，也充满了创意有趣的设计小巧思。那目前这个 iPad 是支持这几种机型的，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看完这期视频，手里的 iPad 又更加值钱了一点？那我是 Amy，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